2022年，俄乌冲突爆发，欧洲出现粮食危机，中国成了背锅侠。实际上，这场粮食纠纷最早在德俄两国间兴起，随后因为印度的一番神操作，引发了世界哗然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最后被指责的却变成了中国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，衡量一个国家粮食储备是否充足的标准，并不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数字，而是超市货架上的物品。换句话说，当超市货架空空如也，民众最基本的购物需求都无法保证时，这证明粮食危机已经彻底蔓延。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，德国的超市里便出现了这一幕。当时德国超市频繁空架，不光牛奶、肉类与奶酪这些德国人常用的食品不见踪影，就连葵花籽油也被抢购一空。许多人或许不知道，德国的葵花籽油大多来自乌克兰，而葵花籽的最佳播种时间是4月。可在一片兵荒马乱中，乌克兰能否播种还需要打上问号。一旦无法播种，9月就无法收获。层层推进，步步影响，德国很可能出现用油荒。与此同时，从乌克兰到德国的物流业也近乎中断，链条断了一截，卡车司机数量急剧减少，保守估计缺口甚至会达到15万以上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德国政府决定出手，向乌克兰订购了将近2000万吨粮食。不料此举却遭到了俄罗斯的阻拦。俄乌冲突开始后，美国便一直在其中搅局，发动欧洲盟友一同孤立俄罗斯，从而达成对俄罗斯的制裁。俄罗斯自然不愿意坐以待毙，便以自己的方式展开反击。粮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，而这种反制裁方式更是引发了欧洲的强烈不满，由此一场骂战在所难免。德国是欧盟内具有极大话语权的国家，因此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十分关键。德国总理舒尔茨极为强硬，不仅在粮食问题上分毫不退，更是扬言为了达到制裁效果，宁愿彻底放弃俄罗斯能源。他声称德国会寻找新的能源供应者，不再受俄罗斯掣肘。与此同时，欧盟内负责外交工作的发言人也与舒尔茨一唱一和，要求普京为全球粮价上涨负全责。当然，俄罗斯也给出了极快的反击。俄罗斯政府声称，所谓的2000万吨粮食滞留导致价格上涨与自己毫无关系。他们强调，是因为乌克兰政府严禁出口，所以粮食才没法送往欧洲。但乌克兰立马列出证据，点名乌克兰沿海受到了俄罗斯军队的强制封锁。原来，乌克兰的粮食若想成功出口至欧洲，那么海洋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。海运是乌克兰粮食出口的主要方式，但这也给俄罗斯军队的拦截提供便利。冲突爆发后，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严格布控，不允许任何乌克兰商船外出。实际上，这也是俄罗斯的一次反制，因为乌克兰先前快一步在敖德萨等海域布下了水雷。据此，俄罗斯与乌克兰谈判，要乌克兰政府先清除水雷，才愿意放行乌克兰商船。很明显，乌克兰不愿意，双方僵持不下。最急的可能是欧盟国家的老百姓，毕竟粮食运不出来，挨饿的不会是政治家，只会是他们。美国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他们不仅放出舆论说俄罗斯从乌克兰抢粮，自己拿来卖钱，还动用强制力量要求非洲国家不许买这批粮食。用美国的话来说，这是俄罗斯从乌克兰偷来的。可说1000道1万，同样煎熬的都是老百姓。但那边的骂战仍未停止，舆论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。欧洲理事会主席更是亲自上阵，在安理会上大骂俄罗斯。他认为乌克兰今年没办法生产粮食，全都是俄罗斯的责任。没有粮食，欧洲就不会稳定，而欧洲不稳定，全球的粮价也要跟着涨。这番话可谓尖锐，在场的俄罗斯大使更是以愤然离席的举动表明了自己国家的立场。政坛上的重重交锋没有决出胜负，港口里的粮食便运不出去，但老百姓的肚子等不了。无奈之下，欧盟只能另寻他路，那就是放弃乌克兰，另找粮食出口国。于是欧盟将目光转向了印度。印度面积广阔，人口众多，同样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家，更在世界农业出口中向来有着出色的表现。按照欧洲人的想法，此时将这笔大单子派发给印度，无异于天上掉馅饼，印度没有理由不接受。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，印度偏偏就来了一番神操作。5月13日，印度政府宣布即日起实行小麦出口临时禁令，用直白的话说，那就是印度所有小麦都不卖了。这一操作可谓是气坏了欧盟国家。但是印度给出的理由也算是合情合理，让人挑不出错。印度外贸总局说，禁止小麦出口实际上是在自保，受到国际形势影响，印度的粮食价格也不断攀升，这种高价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本国的粮食安全。随后印度人还算了一笔账，他们告诉全世界，印度所面临的粮食危机是特殊的，并不是说只有缺乏粮食才算危机，倘若粮食充足，可居民消费不起，这也是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。而且和欧盟各国相比，印度的大部分人民还处在营养不良的状态中。倘若此时不顾本国人民，直接将粮食卖给欧洲，那才是政府的最大失职。印度这番话令欧洲哑口无言，而与此同时，印度的小麦储备也因这条禁令而达到了较为充裕的状态。原本印度储备了将近4000万吨小麦，再加上这本来要用于出口的1000万吨，可以说令粮食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保障。
到目前为止，中国完全没有被卷进这一系列的纠纷中，但很快欧盟就将矛头指向了中国。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他们竟然指责中国有储备粮。实际上，中国的无辜躺枪更印证了欧洲粮食危机已迫在眉睫。欧盟在俄罗斯和印度那里受了气，转脸就将炮火对准中国，这种转移矛盾的手法既幼稚又拙劣。他们谴责中国的理由也是相当可笑。法国与德国的一大批媒体大肆渲染报道，认为欧洲的粮食涨价全都要怪中国。按照欧盟国家的说法，俄罗斯与中国串通一气，因此中国早就知道俄罗斯要发动俄乌冲突。正因如此，中国人才有远见，提前储备好粮食。中国的储备粮数量常年占据了世界第一，印度是世界第二，但中国的储备粮数量是印度的许多倍。在欧洲人看来，中国存了太多粮食，所以现在粮食短缺，粮价才会不断上涨，导致欧洲人吃不上饭。而他们的要求也十分简单直白，欧盟高声疾呼，希望中国能够拿出自己的储备粮来救市。说得更直白一点，就是拯救欧洲。他们更不惜道德绑架，要是中国不救，那就是没有责任感。但是只要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一定的了解，便会意识到欧盟的指责堪称无稽之谈。首先，中国绝不是因为有未卜先知军事冲突的能力才储备大量粮食，而是一直有良好的储粮习惯。对于中国人而言，未雨绸缪是一种刻入骨髓的基因。自古以来，中国便以农业立国，历朝历代贤明帝王最基础的追求便是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种对粮食的关注也没有削弱分毫。我国的粮食安全一直建立在粮食产量充足的基础上，不仅有袁隆平这样的伟人发明杂交水稻，巩固粮食安全，更曾创下18年连续丰收的记录。在全球面临粮食危机的大背景下，中国的丰收显得尤为格格不入。可所有丰收的粮食背后，都凝聚着中国人辛勤的汗水与耕耘。在政策上，三农问题也始终萦绕在中国人心头。18亿亩耕地红线更是这个泱泱大国的坚守。纵然粮食安全体系已经如此完善，中国也始终没有松懈。粮食保障体系还有着3道防线，从总储备到应急粮，再到供应网点，可谓是无所不包。不仅如此，中国在粮食问题上始终有着自己的坚守与担当，是一个负责任的粮食大国，更是不止一次为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做出贡献。一方面，中国能独善其身，身为人口大国，能够自给自足地解决粮食问题，直接越过粮食危机，没有给世界粮食安全造成任何压力。另一方面，中国更兼济天下，不仅改善了全球的农产品市场，同时也提高了全球农产品的生产效率。要知道，中国不仅是极大的粮食出口国，同时也是具有同等规模的粮食进口国。中国的广阔市场令全球粮食有地可去，这令买比种更加划算，全球粮食结构也因此被改变。因此，从这几点来看，便可知道欧盟对中国的指责是多么可笑。这场由俄乌冲突所引发的粮食摩擦，也如同荒诞的闹剧一般，中国更是被无辜牵连。实际上，与其在政治上构陷他国，欧盟不如看看自己忍饥挨饿的民众才是正理。时至今日，俄乌冲突仍未结束，欧洲的粮食危机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画上句号。未来全球粮食安全将呈现怎样的图景，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36省的简称省会：黑龙江省，简称黑；省会哈尔滨；吉林省，简称吉；省会长春；辽宁省，简称辽；省会沈阳；河北省，简称冀；省会石家庄；甘肃省，简称甘；省会兰州；青海省，简称青；省会西宁；陕西省，简称陕；省会西安；河南省，简称豫；省会郑州；山东省，简称鲁；省会济南；山西省，简称晋；省会太原；安徽省，简称皖；省会合肥；湖北省，简称鄂；省会武汉；湖南省，简称湘；省会长沙；江苏省，简称苏；省会南京；四川省，简称川；省会成都；贵州省，简称黔；省会贵阳；云南省，简称滇；省会昆明；浙江省，简称浙；省会杭州；江西省，简称赣；省会南昌；广东省，简称粤；省会广州；福建省，简称闽；省会福州；台湾省，简称台；省会台北；海南省，简称琼；省会海口；新疆，简称新；省会乌鲁木齐；内蒙古，简称蒙；省会呼和浩特；宁夏，简称宁；省会银川；广西省，简称贵；省会南宁；西藏，简称藏；省会拉萨；北京市，简称京；省会北京；上海市，简称沪；省会上海；天津市，
简称京，省会天津；重庆市简称渝，省会重庆；香港简称港，省会香港；澳门简称澳，省会澳门。你们都是哪里的呢？